Game begin.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来了，在我的个人的评判标准里面，算是一个顶级的资深的玩家钱老板。资深还差很远，资深还差很远。你们会有那个掌声的特效。那这些是你基本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这样的一些收藏？很多老玩具都没有保留，但是我开始有意识的说，我买下东西想慢慢把它保留起来的时候，就开始从大学以后慢慢越到后面。你们知道这东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就开始越积越多了。那我就觉得需要有一个房间，或者需要有一些柜子把它们陈列起来。像你最早是开始玩的是高达，你是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吗？基本上男生都会对科幻啊、机器人啊这些东西就会比较感兴趣，所以其实最早玩的时候就是高达、变形金刚，慢慢的开始说，是不是有一些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啊，七龙珠啊、机器猫啊、灌篮高手啊、圣斗士星矢啊，然后再到后面近些年的，比如说像复仇者联盟啊、蝙蝠侠呀、星球大战啊，可玩性没有那么强了以后，那慢慢的也会拜一些乐高啊。现在这个坑已经被越挖越大了。那基本上囊括了一些日本的动漫、漫威系列，他们都会有出这样的产品，对吗？所有市面上你能想到的、能叫得出 IP 的东西，基本上都会在往这个周边方面发展，包括我们国产的一些漫画，比如说齐天大圣啊、三国方面的人物啊、哪吒呀，甚至还有舒克贝塔呀、黑猫警长、葫芦兄弟呀，也在开始慢慢的做一些周边了。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生长起来的人，那开始在还这些东西的这个童年债。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消费能力，还有没有那么多产品，也没有那么多存放的空间，但是现在慢慢有实力了，就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的一些欲望。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，到目前为止你这些收藏你有没有估算过，大概花多少钱？大概一辆特斯拉，可能差不多吧。特别限量的东西，价格特别高的，或者说是一些人为的炒上去的东西，我就相对来说这些还比较理智。玩具和鞋子一样，你买来以后，它的作用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拿在手上把玩的。你在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，你其实是在跟这个设计师，或者是在跟那个时代，或者说是在跟这个产品进行一些互动的，而不是说你买来以后把它放在盒子里就等着它升值。近些年这个玩具的这个升值其实是被炒的比较多的一个点，我其实也经常用这个理由去跟家长和老婆去讲，买这些东西你看以后会升值啊之类的。但实际上基本上来讲，只要拆开的玩具，它的升值空间都非常非常有限。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情节和兴趣，只是单纯为了投资就入这个坑，其实没必要。也不是一个暴利行业。手办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词，日本那边的一些小玩偶啊，或者说是日本的那边的一些美少女啊，这些东西会叫手办更多一点。大家不会叫变形金刚叫手办，也不会叫高达叫手办，一般我们都会讲是模型玩具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今天说让你去收藏一个这样的玩具，你第一会想到收藏谁呢？我可能摆个阿拉维在家里边，然后但是个头要大。这个是不是属于另外一个领域，叫雕像？雕像其实，比如说像这种就属于是雕像，这是猫女。乔丹这个也是雕像的。这个严格来讲，我们不称它为雕像，我们称它为冰人，固定的一个比例的1:60寸的这么一个人。最早的是从芭比娃娃那边衍生过来的，女孩子玩芭比娃娃，然后男孩子他会觉得，我不想玩芭比娃娃，但是我可能喜欢玩一些军队里面的人物，会穿一些军装，手上会拿一些武器啊之类的。然后从这个比例开始慢慢变成，除了军队或者说是这个士兵以外，它也会生产一些，比如说像超级英雄啊，然后是一些篮球的球员啊，一些电影人物啊、电影角色啊，那这些开始慢慢演变过来，所以一般我们称之为这些叫做冰人。雕塑的好处在于它的形做得特别好，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大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。有时候你可能对于这个角色，你的这个欲望不仅仅是远观，可能还想去亵玩它，所以做一些小的比例的，会更加满足你这种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这些欲望。而且雕像还需要有一个大的房子。我们圈内都说嘛，你无论玩什么东西，你玩到底都是在玩房子。存放的空间越来越大，你才能把这东西玩得越好。就像古天乐一样，他自己可以造一个类似于像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。那其实我也不建议说我一定要买最大的或者是最好的，我是觉得这东西如果是对你来说产生一些共鸣，能给你带来一些回忆也好，或者说是记忆上的一些唤醒也好，或者说是你的童真的这么一个焕发也好，我觉得其实这就够了。